相信大家呢都跟我一样，从火星演唱会日出场回来呀，到现在都没缓过劲儿来。离崩岛的路啊，真的太长太长了，大家呢都还没走出来。我们无法忘记那里的光很亮，人更暖。从首个鸟巢四面台演唱会，再到带这么多火星人一起看海边日出，花花呢创造了太多太多的第一次，他的点子呢也是一个比一个猛。就比如说国风演唱会，你看过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希望大家在看了我们的火星演唱会纪录片之后，可以给一个一键3连，欢迎回家。中国最牛的体育场，过亿肯定是过亿了。刚才您唱那个。 之前看过我们那个日出场的纪录片吗？有对，跟日出场相比，哪个挑战性更大一些？我觉得日出场挑战还是大一些的啊。四面台感觉就像玩一样啊，四面台要玩一样。因为我不是第一次来的嘛，就有一种回到了很熟悉的地方的感觉。自18年9月8号，花花呢首次踏进国家体育场鸟巢，再到去年的鸟巢首个四面台完成与火星人们的10年之约，在6年后的同一天。 花花呢第3次开启了这座中国之最体育场，并打造了以国风为主题的升级四面台。其实呀，我在7月早已迫不及待的在南昌场作为观众啊，感受过了国风场的魅力啊，体验呢是相当的震撼。今天呢，我们希望能够深入到台前幕后的每个细节啊，去看看这样的震撼，以及花花和他的团队究竟是怎样做到的。 我跟我的团队呢，在演出前一天到达场地的时候啊，可以看到，无论从场地的搭建，还是台前幕后的每一名工作人员、乐手、老师，都在为这场视听盛宴不停地做着准备。所有的工作人员呢，都配合着演出的调度啊，一遍又一遍的严谨的调试。这时候呢，我们偶遇了老熟人哈，正在现场监工的主办方老板超哥。 胡老师，我记得他说了一句话哈，说我那个日出场办完之后，我这搞四面台就是放假，这是放假。其实每一次都有每一次的困难，这次其实更多的就是整个工期算是比较紧张啊，比较紧张。基本上前几天的话都是24小时啊，24小时啊。我们肉眼可见的，其实我们今年比去年，包括在4周啊，包括在其他地方又增加了很多，包括灯啊，包括镭射呀，包括音响各种各样的东西吧。我觉着感受肯定比去年更加的丰富。 让我感慨的是啊，直到彩排，花花呢仍然与团队在编曲的结构上进行着细微的调整。要知道，演唱会的整个流程是需要精确到秒的，做任何的改动呢，意味着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是火星演唱会的每一个细节呢，都可以说是紧密的配合，他们愿意为每一个细节付出几倍甚至几10倍的努力，直至演出结束的最后一刻。 OK， 马上就要彩排了。现在花花在彩排之前就来了，一直在跟郑楠老师在对整个乐队编排的一些事情哈。然后刚才花花呢一个人在那儿，就是跟每一个乐手调每一个乐器的音色，对音乐非常认真，对演出也非常认真，就在那儿。 走进鸟巢，这个占地20.4万平米、总座位足够能容纳近10万人的国家体育场，放眼到全世界都是 T0级别的场馆了。当你真正走进场馆，看到布置在场馆中央的火星演唱会的主舞台的时候，鸟巢竟显得没有那么大了。四面台的设计啊，能够照顾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所有观众，但由于呢四面台的4根立柱会制造遮挡面哈，6楼的高区呢无法更好的感受到整个的舞台效果，主办方呢自然会选择没有开票这些区域哈。 有心得的观众呢，也一定会发现，花花与台上的表演者呢，在舞台走位时，每一次都会绕到立柱以外哈，特意避开柱子的遮挡。 其实四面台哈底下是有一定的空间给到花花去进行换装、准备其他的道具的一个地方哈。现在呢就带大家到舞台底下看一看艺人的休息室，包括是下面到底有什么好东西。特别像钢铁丛林的一个感觉。但这里面整个的一个路线还是挺复杂的哈。看我们看到了什么好东西啊？这个就是花花给火星人一起弹唱时候用的这一架钢琴，这个就是特修斯的船，那个船舵在这放着呢，应该也会跟着这个升降台一起上台吧。朋友们看我看到了什么？花花的换装间，大家看一眼啊。
这就是花花换装的地方。我可以看到这个换装间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豪华，它是在演出的间隙要快速的换上下一套演出的服装。人们可以看到这里面都有什么哈？首先这有个电视，可以看到舞台的一些状况，然后这边有水啊，赶紧喝2口水，好上台演出。所以说这个换装间呢还是相对简单的哈。然后这边呢就是整个花花看到的演出的一个 rundown 啊，这里面关键信息、歌单，后面呢是要他拿什么样的一个麦和耳机，然后这边呢是乐手要跟花花配合的一些内容，这边呢就是乐手老师的一个台口啊。然后乐手老师们就会在这里面进行演奏啊，有一些特定的歌曲呢，也是会跟着花花一起去舞台上面。现在呢，就要带大家登上中国最牛的体育场的舞台，站在鸟巢的舞台到底是一个什么感觉，我还从来没有体验过。登上舞台呢，是一整个巨大的异形灯光数控装置。当你站在花花升降台的位置，抬头向上看，好似一个精密可变的现代藻井天花。这套设备呢，经过精巧的主题设计，会通过精密的数控装置，在每一首歌曲的演出过程中完成复杂的升降、变形，呈现出你根本看不过来的惊艳百变的效果。那灯光呢，除了主舞台还可以看到整个鸟巢第一层看台密密麻麻的布置了1圈灯，那第2台看台呢，密密麻麻的布置了2圈灯，等等起码有数千盏灯吧。其实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是4面台。我们其实比3面台一面的灯光，从这个数量上来讲，其实就已经是要达到4倍了。我们现在的体育场的这个用电量总负荷量是4000千瓦，目前我们去过的场地只有鸟巢可以，因为奥运会嘛，对吧？对。然后鸟巢呢，好像据我了解，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单独的电箱能够满足4000到5000的，但是我们记得去看的时候，基本上没用过。这样一个看似4方平整的舞台地面上，几乎每一块下面呢都是不同变形功能的机械装置。4面台的设置呢本身就可以离观众很近，但是在舞台的每一面呢都精妙地设计出了延伸舞台的机关延伸台。演出时呢，当花花从舞台走到延展开的延伸台上离家人的距离呢又近了一些。我们其实从舞台的设计方面，不希望用很多的这个定位走位去框住它的表演。我们鸟巢4面台，还有我们户外的乐园版的，其实我们的舞台都不是一个平的一个东西。我们起初设计的时候，它就可以产生，其实可以100种。也就是大家看到的还并不是全部。我们的设计的编程里面的 Q， 其实现在用到的也只有1/3多吧。音响部分4面台的每一面呢都挂了2组主线的音响每组大概20多支，通通是顶尖品牌 RO Acoustics 的 K 系列这就近100支了。除此以外呢，鸟巢高处4周呢还挂了一整圈的补位音响。别以为补位音响就会降低型号全都是 RO Acoustics 的 K 系列，那数量呢这就不好统计了，眼疾手快的大家可以一起算一算另外呢，每一侧舞台前面还有20支 KS28 的超低频音箱，补充全场震撼的低频，加上音控、功放等设备音响系统的总价呢轻松过亿。为什么花花想办一次以我们这个国风为主题内核的一场演唱会呢？其实我一直都挺喜欢国风的，我有很多歌曲其实很适合做成国风嘛，因为我觉得4面台它不像那个户外演唱会会好玩一些，我觉得更适合嗨一点，因为全程是站票嘛。那4面台大家既然是坐着的话，我觉得可以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去用一个欣赏的角度来去听音乐、看演唱会的，所以我就想说把我的歌加入一些国风的元素，让大家来去听原来国风还可以这样玩。对。然后这次咱们找来了就是非常顶级的国风的乐手来加入到演唱会的演出中来。比如说咱们还有那个笛子、箫、琵琶、古筝，其实都有，和应该是10位就是
顶级的咱们这种国风的音乐家是吧？跟他们一起演出什么感觉？就是我们彩排的时候，第一次彩排的时候，看着就很激动，刻在 DNA 里的东西就会迸发出来这种感觉。对，每人 solo 一下。哇！那在您的这个编曲啊、编曲当中加入民乐，会有一些特别的难度吗？其实有，但不算很难，就是因为我的歌都是自己写的，所以我比较了解这个歌的那个调式，所以就知道有哪些歌它的五声音阶偏多一些的话，就可以挑过来。如果硬要说难度的话，就是有一些我特别适合改成国风的歌，我就觉得比较简单。但有一些西式的那种旋律，如何要把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改成？我跟郑楠其实真的讨论了好久。红衣那时候跟花花讨论说，可能不能完全定义是中国风，就是类似于世界音乐。我会觉得太去追求那个所谓的中国风，而丢了它原来歌的东西。所以其实后来都是结合，比方说有结合电子的部分的，比方说《七重人格》，我去做了一些有蒙古族的那种马头琴的元素啊，但是也会带了一些汉族的东西，所以算是更融合的世界音乐感。今年我们又再一次回到鸟巢，其实是想再做一次风格上的一个融合和创新，也把我的一些创作的一些歌曲，然后重新加入了国风的元素，所以我们今年有幸的邀请到了我们台上的10位就是央音的音乐家们，然后。本次演唱会我自己的感觉特别的震撼，整个舞美舞台非常的燃，对我们来说也是在演奏上可以更加的畅快淋漓。郑楠老师的音乐改编是非常触动我，整体的编曲真的被燃起来，就每天我都在台上是鸡皮疙瘩各种起。将我们古筝弹拨明显乐器的这种特性运用得特别好，就又柔美，然后又不失刚性，和我们的电子乐，包括偏摇滚一些的，都能恰如其分地给它融合在一起。我们都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共同的把这样的舞台打造出了一种非常巧妙的共同的把民乐和流行音乐创造一场非常不一样的盛宴。中国的传统民族乐器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根本，我们要走出去，要有这样的文化自信。然后也特别感谢就是花花，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音乐总监郑楠老师，他们共同合力，想到了这么好的点子，把我们的音乐传递给大家，然后让更多人认识。其实我觉得很多中国乐器是很好听的，我就看完演唱会能够认识到一个什么乐器，或者认识到一种音乐风格，我会觉得挺值得，就是相当于不光看了一个演唱会，也可能感受到一种他以前没有感受到的一个氛围。但是我觉得他是需要用视觉去做配合，就是你在听到这个乐器的时候，你看到他在做这个表演，或者他在吹奏这个乐器的时候，那个会更直观去了解，或者说那个听觉跟视觉会1+1大于2的那种感觉。国风的其实主要是在于这个几个配合点吧，包括视频的内容。
蛮有看点的。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中文评吧，因为我们感觉在国风这一趴，我们想呈现的，它既是虚的又是实的。那我们也掌握了很多个材质，比如说普通的屏，我们之前用的透明屏，好似差别不大的，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更精准吧，或者更能够让大家感受出不同来，哪怕一点点的一个细节。正如鹏哥所说呀，其实舞台所呈现的每一处视觉元素呢，都是经过精心的研究和设计的。无论你在火星的山顶看台，还是内场，四面台呢都会像魔方一样为你变换出不一样的惊喜与经验。VJ 中的山海经、三星堆、水墨画等传统文化的元素并不是简单的把概念元素堆叠到了屏幕上。地屏呢加的 3D 粒子水墨画技术，让花花呢就犹如走在一幅幅唯美的山水画之中。配合顶级的乐队演奏、雾气装置、灯光的变化，一场极具东方美学的视听盛宴就此展开。花花演唱会的妆造呢，也是火星演唱会的一个亮点。这次国风舞台与造型老师们也通过集合我们中国的非遗文化，做出了特殊的设计。这次火星演唱会总共有多少套服装呢？是2天嘛，然后1天是6套，然后一共是12套。那2天的妆造一样吗？不一样，完全不一样。2天还不一样。对，我们每一场、每一天、每一个部分的造型全都是不一样。花花是一个从来不给自己设限的人，他的服装驾驭能力非常强。然后我们只要是说找到他的适合的一个点或者他的核心，然后我们就会展开自己有不同的造型。然后这一次是特别找到了中国的非遗技术，然后也用在了服装的设计上。有设计师走到了大理，然后云南的一个好像是白族，然后再做一个扎染的技术，因为扎染是一个中国的传统技艺嘛，然后再加上一些西化的设计，然后它会把原来扎染不会用到的颜色，然后变得特别的艳丽，希望舞台感看起来能更强一些。这次花花的演唱会我们走遍了鸟巢的每个角落，所见之人尽是诚意，所到之处皆是细节。花花和他的团队其实从未标榜极致或者是完美，但是在与人和物的相处时间里，我们看到了尽善尽美。这时候呢，一个问题再次呼之欲出：一切都拉得这么满，花花真的能回本吗？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去问了他。做鸟巢我们没有想回本对，因为鸟巢可能就完全不考虑这个事情了。鸟巢这个舞台太粗略的数了一下，那音箱一支就得18万，然后所有音箱加起来过亿了，这个价格知道吗？过亿肯定是过亿了，过亿肯定过亿了。其实，在花钱方面，我们一直有一个共同点，它的核心重点不在于花多少钱，应该是说以效果为主。比如说鸟巢吧，因为它本身有这么大的这个场馆，而且又是我们也是国内最大的体育场嘛，那我们在这方面的话，就尽量的，我觉得在设计以及使用方面，能够尽量的把这个功能各方面发挥到最大化，就不计成本。对，也希望就是说整体的这个歌迷来讲，包括这个观众来讲，能够真正的来体验一场盛宴。距开场前2个小时一片片红色的花海呢，便早已在鸟巢的各个方位蔓延开来。虽然盛装出席已经是花花火星演唱会的老传统了但是今天呢，我们惊讶地发现，大部分火星人呢都回应了花花本次演唱会的国风邀约，特地的进行了装扮。就是花花不是在那个微博说要国风吗？就是他说的那一天就买了。这个是唐装，准备了多长时间？准备了得有1个月了。火星新装饰，然后加上婚纱。这个是什么主题？这个装扮就是马面裙，就是听说是国风的主题，然后就现买的。这个马面是明代的短袄，然后我今天的一个是汉阳折中，就是我们民族的一个服装，因为这一次是国风的一个演唱会。然后我就穿了我们傈僳族的服装。那来了鸟巢几次了？第3次了，3次鸟巢我都在。第一次来鸟巢。对，然后这次是6周年嘛，过来见证一下。你是第几次看花神与火焰演唱会？我是第10几回。第10几回？第17，我第16。我得20次了。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从去年到现在一起看了差不多有20场左右。几乎全勤吧。对，我们一起走过很多城市。因为今年全新的四面台，它改编了非常多国风的歌曲，就也是第一次尝试国风。要不是没有华晨宇，我是绝对不会穿这种衣服。 I love these instruments. I love the feeling. It's really, really great. It's a new style. 谢谢，谢谢。
非常喜欢他这次的国风。我觉得花花它就是在传承这个国风和非遗，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吧。然后也是希望祖国越来越好。好一个上升主题。其实《相由而生》开场的 opening 的《相由而生》我还挺喜欢的，因为我前面其实 intro 我做了一个很长，就是开场我做了一个很长的设计，是很音乐意象的一个东西。但是我是希望营造出一个，比方说一个原始部落也好，然后突然可能有人觉得是打雷弹，我的设计上呢好像枪炮声一样，战争开始，然后那些欢唱就结束了，然后慢慢开始下雨。花花再把那个唱打开，然后慢慢铺陈到最后那段副歌再打开以后，感觉就是完全相由而生的感觉。我觉得鸟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定义，让人会觉得和火星的这个主题很像。每一次我开演唱会的时候，都会觉得火星像家一样，而鸟巢也有一种归巢的感觉。为鸟巢这一站所创作的一首情歌《不重逢》。特别是今天的那首新歌《不重逢》，真的太感动我了！真的，我在那里一直哭，妆都哭花了。哭死了，感觉很爽。新歌太震撼了，新歌给我哭的呀！我看完之后，我整个人没有缓过来，直到郑楠老师的相机被打坏了。大概有2-3首时间的时候，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一直沉浸在那新歌里面。在那嗷哭。点燃一盒镜头的篝火以及 For Forever 的时候，我直接就是到下面去蹦了起来，现场的氛围真的是太好了。
火星演唱会对您而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什么？我觉得互动的时候挺有意思的，就我给大家去弹那个伴奏，就是然后全场一起来唱这首歌曲，然后我给大家弹琴。那一刻我会觉得很温暖，也很浪漫，有一种被所有人的歌声包裹住的感觉，就是想要跟大家融为一体的感觉。我觉得开演唱会就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我觉得我为大家准备这样一个家，那能够让大家在平时的自己的生活里，当压力很大的时候，偶尔回到家来轻松一下，然后忘掉之前的一些烦恼。可能这个时间并不会很长，但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么短暂的一个时光里，能够给大家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也给大家更多的动力，能够再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好好的生活。家里人都在的感觉真好。火星演唱会对于你们来说代表什么？代表家。回家吧。回家呀。回家。代表着回家，就是一个我们的精神家园，温暖的房子。对，就是在地球上有很多很烦恼的事情，但是到了火星，全都消散了，像是我另外一个家吧。对，像一个乌托邦一样，就是我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有不开心的时候，然后看一场演唱会会很治愈我，像充电一样。对对，马上满电了。对，代表着希望。所以就是花花的歌其实给了你们很多力量。对，一个的也是一个释放的缺口吧，就是压力就在见到他那一刻全部都消散了。是的，真的是精神的寄托。因为我今年也是考研，然后有很多时候就是真的很累，坚持不下去，然后就会想想之前在火星的时候这些快乐的时光，真的是一个精神支柱。一个比较放松的地方吧，就是远离啊学校啊生活上的一些压力，然后就是主要是华晨宇的音乐能够带给我们很多力量，让我们在生活中去释放一下。就是每次其实火星演唱会哈，您都是有很多的创新，就从18年咱们空中吊威亚，然后那个大手那个台子，然后呢又到我们的四面台，然后呢再到我们的日出，整个团队这么多人一起做了3年，那这些东西啊，您的原动力是什么？我是感觉我跟歌迷之间是有一个链接的，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让我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并且我知道做了，大家一定会很开心，然后并且大家都会来，反正有一股莫名的力量，然后在推着我，包括整个团队，包括演唱会的团队，就是有一种所有人一起来做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事情可能不光是火星的工作人员，不光是我，还有歌迷这种感觉，完成一件事。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部都去了烟台。对我的影响，哎呀，太深远了。他虽然说我60多岁了以后，但是他给我的全是正能量的东西，使我对生活更加热爱生活。他是能给我带来希望的，所以我觉得他是光一样的存在。是精神支柱。高考那段时间，20年的疫情的时候嘛，就很治愈，然后有很多歌曲也就很让我奋发，就是那种。我觉得他的歌更多的是歌颂人间大爱，比如说《地球之眼》是保护环境，然后小爱是写给抑郁症患者的歌，就觉得特别就是有正能量吧。他的歌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能给我们正能量，而且能就是在我们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会让我们就是积极向上。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代表了就是我们俩的互相的一个成长，因为也陪伴着他经历了18岁、20岁的这样的一个成人的阶段，在高2的时候给了他很多鼓励，写《好想爱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时候精神真的是不是特别好，是他的歌陪伴了我。对，还有。就是还有，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虽然这首歌就是花花，没有唱过很多次。当时疫情的时候，因为我那年高3，然后被困在家里，就是这首歌一直支撑着我走过高考。对我来说，华晨宇就是真的是像我家人一样的存在。谢谢华晨宇，就是我希望下一个10年，我们母女还能一起来看你的演唱会。其实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包括就相儿声，你在里面听到大量的那种合唱的声音，但其实我就想象就是我们所有人一起来歌唱，就是我们来唱到太阳升起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歌迷，而且这么多年，其实我写了很多歌都是为演唱会所创作的，所以其实能听到大量的那种大合唱的那种部分，那就是我是觉得应该要把歌迷给写进来。认为花花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人？在我心里，他是一个对自己作品非常负责任和严谨的。有一说一，我觉得很难得的是这个，就是他会对有些歌里可能我都不怎么会注意到的细节，他会非常在意，就一直在寻求进步。有时候，比方说写歌，他也会自己卡住，会跟我讲说最近很难受，没写出什么好，或者觉得说最近写的东西不行，然后也会跟我聊说听一下，分享他最近写说还有什么可能性什么。我就觉得其实你说做到这个份上，他还能有这方面的企图跟想法。首先，他对于音乐方面嘛，这个是尤为专注的，而且随着这些年的发展，我觉得他是蛮成长的，蛮快的。超哥其实也10年了，然后他们很多团队的人都是10年一直陪他过来的。您很多的标签，比如说您的创作能力，包括火线大会很多标签，大家对您的认知也是多方面的。那用一个词来定义自己，您会怎么定义？我只能定义我近半年的状态，就是一个学习状态，学习，对，思考一个对我来说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了，就是对学习和思考。我觉得你们没有喜欢错艺人，我觉得他是很棒的歌手，希望你们继续支持
正如我们一同在滨海之涯鸟巢之家共同见证的那样，火星的奇迹仍然在继续。它可以是日出之光，是满场星宿，是启放希望，是你我拥抱留下的热泪，是爱诞生、温存、飞翔的地方。我们无需更多的期待，因为家呢就是奇迹诞生的地方。那里呢总有一群想对你更好的人。当我们踏着归期而来，总会有人对你说：“欢迎回家。”希望华晨宇能每天都开开心心，能写出更多更好的歌。我们会一直陪着你。希望你一直幸福。在这里，我们永远有灵魂的共振，我们会永远爱华晨宇，永远爱火星演唱会。相约酒吧，一起回家。华晨宇，做大做强。希望你幸福，希望他身体健康，希望他每天都可以开心。我们爱你，真的很幸福，很幸福，很幸福，也很幸运，超级开心，很幸福，真的很幸福。希望他开开心心的，然后能够自由的做自己。希望他永远健康幸福。下一个10年，我们还在。相约酒吧，一起回家。华晨贵阳见。华晨宇，选择。